你可以不自作多情，我也没有要求你送我们去江边呀。我的态度你是知道的。哎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，多情总被无情恼啊。不过，这次你的态度可能要做些改变了。我多情你可以不管，但是亲情，你总不能无动于衷吧？亲情，什么意思？谁的亲情？现在是你的，但是将来属于我们共同的亲情。何言，你不会？我当然会。你遇到事情来找我，我是有求必应。可是6、7年过去了，我在感情上始终是生不如死，你却总是见死不救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向你的老父亲，我的恩师洪将军求救了。我请他做我的媒人，这也算是名正言顺吧。他是不会同意的。没错，当初我的担心和你是一样的。这是洪元将军让我转给你的回电。大敌当前，限定终身，赶走倭寇，再拜夫妻。青兰，这份电报我在兜里放了半个月，一直没敢给你。可是今天的任务很危险，说句不吉利的话，我怕万一有个什么意外，我就再也没机会了。拜不拜夫妻，我不敢奢望。但如果能定个终身，哪怕只是你的一句承诺，我何言也死而无憾了。什么死不死的，不许胡说。我父亲怎么会给你回这封电报呢？你不是说过，你的婚事要听从父母吗？我实在没办法，就冒昧的给洪将军写了这封信，报告了我在前线的作战情况，说了我想说的一切，也表达了我对你心仪已久的情谊。我知道，在这里我是不可能收到他的回信的，我就把我的明码呼号也写在了信上。如果他同意，我会在每个月农历15月亮最圆的时候，守候在电台前等候他的回音。信发出去以后，我很忐忑，也很纠结。可能是我在前线作战有功吧，也可能是我的一片真诚。就在半个月前的15之夜，我居然等到了他的回电。你怎么了，青兰？
感觉陈营长看上去还蛮正派的，也很有男人的样子，应该可以信任。可我们还是要再等1小时，这1个小时感觉像1年。别急嘛，离天黑还要到7点呢，还有时间。再说，急也没有用。 你今天好像有些沉不住气似的，这不像你平时的性格吗？这要看是什么事。特别通行证我们搞到手了，黄狼的工作也做通了，眼看着就能顺利过关了。可是从今天早上起，鬼子突然出现在关卡前，黄狼的通关方案又迟迟不下来，一切都在阴差阳错中，我有一种不祥之兆。 心里边虚虚的。哎呀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有同感。哎，哟，先生几位？啊，就1个人，给我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。好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，先生，您看这张桌子啊，这个地方够安静。来，您坐，您坐。先生要喝点什么？给我来个浓酒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这简直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这是梦境，还是我赤北极的运气？ 于慧，你饿吗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。咱们跑了这么一大段路，你不饿，我倒挺饿的了。要不然你在这坐会儿，我出去买点吃的。好，你去吧，快点回来，4点半就快到了。知道了，那我去了啊。 来哟，先生，您的茶。满意。我有东西落在车上了，去取一下。这里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您请自便，请自便。楠楠，等等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时间紧迫，先不说那些没用的话。如此巧合，也只能用天意来解释了。我也不问你到底是不是来夺船的。谁来夺船了？你先别问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你是不是来夺船的，我不管。你现在必须得离开这里，尽快离开这里，离开无锡。你已经很危险了，非常非常的危险。走，跟我走，马上走，上我的车，快，快！哎呀，北极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东一榔头西一锤的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为什么非要让我跟你走啊？我不走，还有我的事情呢。楠楠，你就在昨天晚上，在太湖上，有5艘鬼子的巡逻艇遭到突袭，全军覆没。哦，还有，已经有人把四川军火转移到了岸上，装上了卡车，在湖边上留下了卡车的车胎印记，并且在树林里可以看
下像机枪子弹。随后，这些卡车就直奔许书馆而来。哎呀，你不要用这种怀疑的眼光看着我，车辙的方向明显的是朝许书馆方向来的。目的地就是过许书馆，直奔长江边，你知道吗？但蹊跷的是，到目前为止，卡车去向不明。鬼子已经开始加大了对许书馆的警戒力度。关键是，鬼子已经知道军火就装在卡车上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只要是卡车，就是插翅也难过许书馆。啊！楠楠，如果你经历过我刚才说的这一切，这一切，你应该历历在目。如果你认为我的情报是准确的，那你就会立即想象到后果的严重性，马上终止你的行动。如果此事与你无关，只是我杞人忧天，那你就站着不动，你自己选择吧。天哪，这才几个小时的事情啊，他怎么知道的一清二楚？情况如此紧急，我应该立即就回去报告。可我这要是一走，以前我在他面前所说的善意的谎言，可就全穿帮了。北极熊啊，每次见面你都让我万般难堪，你这不是在将我的军吗？楠楠，我不在乎你过去是否对我撒过谎，现在情况紧急，那些事情已经不值得一提了。特工的特性要求我们撒谎就像呼吸一样自如，所以你完全可以抛开那些让你裹足不前的杂念。如果你参与了多传，你当务之急考虑的不是在我面前有无脸面，而是你应该立即离开这里，抛开你们将要做的一切。老天爷呀，这就是所谓的心有灵犀吗？我想的什么，他似乎都一目了然。北极兄，你究竟是什么人啊？眼神是谎言的天敌，你的眼神已经透露了你内心的真实。你看似心如止水，却早已心急如焚。楠楠，不要再犹豫了，不能再耽误了。走，跟我走，快走啊！你走啊！哎，楠楠，你北极兄，你说的一切都对，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：你这些情报是哪来的？哎呀，楠楠，你又在问这一点没有含金量的问题了。难道你忘了我的身份吗？我是无锡地下交通站情报员，难道要把我的情报系统向你说个明白吗？好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更加危险的消息：太阳黑子已经全面爆发，始作俑者就是日军驻沪特高2科科长南沼云子。说什么？太阳黑子，南沼云子？哎，你不要再问了，走啊，走。好，不问了。我知道这个问题很蠢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我形同路人，剩下的事情我会处理。当然，我还是要谢谢你，北极兄。但是我也要提醒你，我们不在同一条线上，这是纪律，想必你比我更清楚。北极兄，别在意我的谎言。现在应该离开的是你，保重。我最担心的是你们的安全，保重吧。楠楠，你去哪儿了？哎呀，我最喜欢吃的那家生煎包就不做了，害得我空手而回，让你久等了。特工的特性，要求我们说谎
就像呼吸一样自如。想什么呢？咱们别在这儿等了，还是回陈营长那儿去。要等去那儿等。这么说，北极熊的情报是准确的，看来情况真的有变。楠楠，我没骗你吧？这回你不听我的，也得听了。想过关，是不可能了。真要感谢这3车鬼子兵及时开过来助我一臂之力，马上离开这里，我的楠楠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我们的行动已经被敌人发现了，我们要赶紧报告指导员去。你怎么就确认是被敌人发现了？刚才我买小点心的时候就觉得情况有点不太对，就像你说的，有点不祥之兆。哎呀，反正情况有变，我们还是赶紧走。去哪儿？找指导员去。请问太君这次你一倍的休息。扩张部下，驻湖市山区488联队由114中队中队长王必万率部抵达徐州关，前去训话。难道云子科长不知道您突然大驾光临是为了什么呀？您一个电话，松井将军就给您调来了1个中队的野战部队，可见他对您海洋黑子计划的重视和支持，大力的支持。如果不是原田的无能和黄狼的不忠，我也不会如此兴师动众。我亲自抓进太湖的鱼，让他从许树关再游回长江去，这岂是天大的笑话？我之所以派重兵固守这个许树关，不仅是要截获军火、抓获共党，更重要的是要造成一种强大的威势，来维护我们太阳黑子的绝对权威。不然的话，以后谁还听我的？命令部队立即占领特务营，全面接管许树关防务。先把他控制起来。走，进来，快点，快点！
南道云子科长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意思。完毕完，徐庶官就归你管了。太，记住，你直接归我指挥，宪兵队无权干涉你的指挥军务，有任何情况直接电话向我汇报。完毕完，你明白？陈营长，昨晚共军在太湖上转移军火，重创了皇军和你们警备队的几艘巡逻艇。原本应该带队夜巡的黄司令，却跑到了你们许庶关来，这是为什么？不仅他来了，据推测，满载共军军火的卡车也往你们许庶关来了。这可真的是太巧了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你觉得奇怪吗？科长，您说的我都听不明白。你是不明白，你当然不明白了，因为你喜欢撒谎。我最讨厌人撒谎了。你和你那个陈副官可真会演戏呀！你的那个跟那个副官跑了的相好回来了吗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你什么时候自由？科长，科长，你听我解释，这私奔的事是个误会。科长，你听我解释，科长。让他把夜访警备司令的情况说清楚，我再决定如何处置他。要是黄狼敢来闹事，你可以自行处置。科长阁下，我的权力有多大？凡是对大日本皇军不忠的中国人，你有无上的权利，可抓可杀，可焚尸灭迹，就这么简单。嗨，完毕完毕，明白。司令，你看，感觉厚厚的。走。南诏云子又发火了，要不然我不会到这来看地形的。院长，下面这条路从7号标地通往许庶关的必经之路，如果我们在这儿设防，共军的车辆绝对无法通过。过不去？没错，看过地图，绝对过不去。过不去就麻烦了。
黄龙，那个王八蛋会找我麻烦的。什么？黄龙？黄司令要找你麻烦？我得说了吗？我要找他算账的干活。黄龙。 黄司令，你的怎么到这来了？本司令是特地专门来看看袁天队长的。哦，看我的干活。你的是到叙述官来巡视特务营的吧？嗯？看你怎么理解了。 让我来猜猜，王浪到这干什么的干活？王浪，是你那几根金条的事来？你明白就好。你是还我的金条呢，还是让车队通行呢？你的放心，我统统都安排好了，一切照旧的干活。不会是在骗我吧？ 王浪，你我合作这么长时间，我袁天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的？你的卡车，统统都放关。哨卡上是我宪兵队的人，我说了算。放心的干活。我还是不放心啊。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你是从太湖码头那边过来的，难道你不比我更明白吗？太湖呢是出了点事儿，我宪兵队的人不少人完蛋了。南诏云子发了火，让我到叙述关来防卫，这不，我就来防卫了。 放心，王浪，明地里我防卫，暗地里我会保护你的卡车，统统的过关。明白的干活。但愿如此啊，袁天先生。那好吧，既然是做买卖，那就按照生意场上的规矩来吧。把先前的金条退一半给我，等到车队顺利过关之后。 我再把余下的交还你，这样才显得公平，你说呢？王浪，你想说活不算话的干活吗？嗯？你想毁约？1个小时之前，歌舞营观察哨来报告说，1个中队的皇军开进了西蜀关。我是担心你先前的承诺能否兑现啊？ 你得说什么？嗯？皇军调动部队，我一个宪兵队队长能不知道吗？开什么玩笑！司令，司令，司令不好了！什么事慢慢说。特务营来电话说，南诏营子把咱陈营长给绑了。说什么？还说。 皇军1个中队把特务营给端了，还占领了叙述关关口。袁天队长，你都听见了吧？你还敢骗我吗？你的，把刚才说的，再给我重新说一遍的干活。电话里说是共军的卡车要通过叙述关关口，陈营长和陈副官撒谎什么的，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。 还是别说了吧，司令。皇军马上到了，您快想办法吧。退下。是。
原田先生，南诏云子抓了我的陈营长，皇军控制了我的特务营，想干什么？陈营长是我的拜把子弟兄，今天不把这事解释清楚了，恐怕……王司令，我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话对你说：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就是你的孙子。南诏云子的身份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他的义父是松吉司令，我拿他没有办法的干活。特勤小队是南诏云子背着我部署到关口的。现在皇军调动部队，我也是刚刚从他口里知道的。你的陈营长被抓，我也是刚刚从他口里知道的。你让我跟你解释什么在干活？也就是说，这事你不管了？王司令，我的不是不管的干活，我是管不了的干活。你是宪兵队长，我的顶头上司，我的弟兄被你的人抓了，你说不管就不管了吗？王龙，竟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，你不想活了吗？是你不想活了。好啊，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吗？你就是我们日本皇军的一条狗。你再敢这样跟我横的话，我就逼着你干活。你敢骂我？我当兵几十年，还没人敢骂过我。来人，绑起来！是。好了，你们要造反吗？这是我们特勤小队的驻地，想一想，你们统统的跑不了这干活。你糊弄谁呀？啊！特勤小队被南诏云子派到徐属关去了，你当我傻？司令，事闹大了怎么收场啊？怎么收场？就这么收场。南诏云子的做法就是冲着我来的，我还不明白吗？原田，我告诉你，事已至此，我一不做二不休。我要用你跟我的陈营长做交换，事成了倒也算了，要是事不成的话，我要你脑袋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你欠我的20根条子必须还给我。你要是不还的话，我在你脑袋里装20个子弹，你信不信？押去。陈副官在，带些弟兄们去把特勤小队给我控制住。记住了，给我的2姨太打个电话。至于话怎么说，你自己编嘛。还有，通知一下于小姐，她肯定不知道此地发生的情况。是。我今天是豁出来了，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了。为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你先别问这么多了，这全是黄司令的意思，按他说的去做，立即出发。上尉阁下，宪兵队小队长鸠山正在执行徐属关关口守卫任务。488联队914中队中队长完毕完，奉命全面接管徐属关，请多指教。嘿，上尉阁下，南诏云子科长已经在电话里边命令我全面配合，完毕完阁下的工作。嘿。还有就是我跟你说的那2个什么子，南诏云子、太阳黑子，池北基就是跟我说了这些，我怕玉辉等急了，就跟他匆匆分手了。南诏云子，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对他早有耳闻。
原来是这个女人在跟我们作对。可是这个太阳黑子，我从来没听说过。那你怎么不向小池打听清楚这个计划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你这个情况下，你还管他鱼会在哪儿啊？孰轻孰重，你搞不清？其实池北吉早就跟我说过太阳黑子。啊？你回部队后，也可以跟首长汇报一下，鬼子特高科正在实施一个秘密计划，叫太阳黑子，就是利用军需船做诱饵，引诱我军那艘船。太湖与长江连接的所有水域，到处都有鬼子的埋伏，就等我们行动，然后伺机一网打尽。天哪，你这么重要的情报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当时只想着试探池北吉有没有嫌疑，就把这事儿给忽略了。忽略了？啊？你该忽略的你不忽略。池北吉向你提供了这么重要的情报，你该忽略的是对他的怀疑，并且向他打听清楚这个太阳黑子的计划到底内容是什么。我说你的反应怎么那么迟钝呢，我的组长同志？算了，现在再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了。不过小池向我们提供的这个情报，也得到了验证。水路是行不通，小鬼子早有计划，而我们还在这里瞎怀疑池北吉这个池北吉那个。他要是真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啊，他会向我们提供这么重要的。陈副官，实在抱歉，于小姐，情况突变，10万火急，陈营长被抓，特务营被鬼子控制，关口有1个中队的鬼子兵把守。黄司令特意让我来告诉你们，我们帮不了你们了，实在抱歉，请你们立即撤离。怎么会突然变成这种局面？陈副官，你清楚吗？到现在连黄司令都没搞清楚，我3言2句就更说不清了。总之，现在过关比登天还难。这位应该就是陈副官吧？这位是我们老大，专门负责药材车的阿月。你好，现在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这样，黄司令已经把袁天抓起来了。自不同的世界，岁月让我明白彼此的差别，在错的时间，在对的地点，谁也无法改变。风没听到我在哭泣，雨
焦虑，剩下的只有各自都是你，最后孤身远去。我不想哭，我不能再继续把我的爱丢弃在无尽黑夜里，任挚爱遥远，看花儿凋零，似锦流年，弹指逝去。我不想哭，我不愿再驻足，曲折的爱会成就更多幸福。我会坚强，我会领悟，离去是美丽人生最完美